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大叔中文。好，今天我们很特别，邀请到一位帅小伙儿子，帅哥，小鲜肉不像我们是老鲜肉了，而且是来自英国的小伙然后他的名字叫欧培石。好，培石同学，我们欢迎他。欢迎嗨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欧培石。对，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可以的。首先非常感谢大叔们，邀请我参加这个播客，我真的很期待跟你们聊天。然后我叫欧培石，这个是我的中文名，我的英文名是 Ollie 或者 Oliver， 两个都可以。我是一个16岁的英国青少年，然后我现在已经学中文学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。对，然后我也是一个 UP 主，一个 YouTuber。对，是的。而且我知道培石是一位多语者，就是他除了会说中文以外，他也在1年内学会如何就是如何流利的说西班牙语，然后也在学习阿拉伯语，对不对？俄语是吗？没错，对，之前以前我学过这个俄语还有拉丁文，然后我也是在1年之内自学了流利的西班牙语，然后我目前正在学阿拉伯语，对，做一个30天的挑战。对，30天的挑战，想要达到什么程度呢？阿拉伯语说的流利，就是一个初学者的那么一个水平，就是不是流利的水平，因为在30天之内达到一个非常流利的水平，真是太难了。但是对，其实我在小红书记录了我每天学阿拉伯语的这个进步，然后教大家一些新的单词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培石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对，16岁，对。培石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因为你刚才说了，就是你学西班牙语用了1年，学到流利的程度。对。那你后来又学习中文，那你学习西班牙语，因为说实话，我看过你说西班牙语的这个视频，我觉得很流利。那么你学习西班牙语这个经验，是不是对你学习中文很有帮助呢？其实说实话，我是先学了中文，然后后来学了西班牙语。对，先学的中文。对，我跟你们说这个背后的故事啊。好的。2020年，我是2岁的时候就正式开始学中文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新冠疫情是刚开始爆发的，然后封锁期间，所以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出去玩。因此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待在家里，然后把中文学好。所以我那个时候每天都会花差不多8个小时的时间在学习中文上。对，然后后来我才决定学西班牙语。对，这么一个过程。对，所以是因为新冠病毒没事做，只好在家里学中文。是的，对，没错。那培石，我有个问题，有全世界这么多语言，你为什么先学了中文学习呢？其实问得好啊。其实甚至到现在我不太清楚我是为什么开始学中文，因为事情是这样的，2020年圣诞节的时候，我爸妈给我买了一本课本，一本中文的课本。因为在新加坡嘛，有很多的中国人，有很多的华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说，那可能欧培石以后可能要学一点中文，对吧？然后我好像几个月都没碰这本课本，但是后来我有一天很无聊，可能因为有新冠疫情嘛，没有办法出去玩，跟朋友出去玩什么的，所以我看了那本课本，然后看了里面的这个汉字，然后是非常吸引我的。然后从那天开始，我就每天都很努力学中文。对，蔡叔赶紧记笔记啊，赶紧买一个别的语言的课本放在家里是吗？对，但培石，因为你刚才之前我了解到，你其实用6个月的时间，然后达到了半流利的程度，然后1年的时间达到了非常流利的程度。我们现在也可以感觉到，那培石只花8个小时的时间，我觉得时长是一个问题，但是方法肯定也是很重要的。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学习中文的方法，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达到这么
半流利的程度，对，肯定有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龙飞虎先生 Chris Lonsdale， 你们听说过他？对，其实我最近就是采访了他，我快要就是把这个视频放在我的有关频道上，所以以后如果你们的观众想看的话，就可以看一下。太好了这个视频，对，就是。所以其实我跟他用了很类似的这些学习方法，就是因为我跟他一样，我们都在6个月之内把中文学好了，就是学到一个算是半流利的那种水平。没有老师，都是自学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自学的。对，就是后来我就是请了老师，就是怎么说，就是练习口语嘛，因为在这一方面比较重要。然后就是要学一下中国文化，然后跟老师一起学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所以是这么一个过程。但是我大概的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5个学习方法，当然会有不同的学习法，很多不同的，但是我有一个这些5个关键的学习方法。然后其实在我的有关频道里，我也特别做了一个视频，所以如果大家想更仔细的去看一下就可以。对，所以第一个就是用课本。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说实话，我不太建议那些已经有比较高级水平的那些学生去用课本。我更建议或者更推荐那些初学者开始用课本，因为说实话，一开始学一门新的语言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比较紧张，然后也会有点害怕，就是我就是对，就会比较紧张的这么一个过程，这么一个感觉。所以就是如果你可以就是尽可能早就是积累一个词汇量，然后增长你的词汇量，你就会有更多的自信，对不对？就是跟母语者说话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自信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学习方法是用课本。然后我个人现在也有这种就是中国做的这种课本，也有这个西方的课本。你当时选的是哪个课本？对，我用了那个轻松学中文的课本系列。轻松学中文，对，一共有8本课本，8本，然后对就可以学，我不知道可能2到3千个汉字左右吧。对，这么多，对，所以对我来说帮助很大，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用这些课本，就是用课本，对，用课本。第二点或者第二个方法就是跟母语者说话，就是尽可能早跟母语者说话。因为当然一开始的话，你可能会比较紧张，就是就是我可能只学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中文，但是你就要怎么说挺身而出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就是勉强你自己，就是跟母语者就是说话，就是练起你的口语。所以这个可是新冠疫情期间，你到哪里找母语者？还是用网络？对，用网络是可以的，或者说当然有封锁，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偶尔就是出去玩，就是封锁之间就是会有比如说3个月的封锁，然后就大家都可以出去玩，然后又有3个月的封锁，所以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期间，所以你看到一个中国人可能是中国人，你就会过去跟他聊一聊吗？还是？会的，因为就是有这么一个事情，就是在新加坡有这些出租车司机，然后大部分都是中国人，或者大部分都是华人，所以我就是记得有一天，就是我跟一位出租车司机滔滔不绝的，就是聊了起来，然后觉得哇，就是有很开心的感觉，就是终于可以跟母语者练习口语。对，说话，对，出租车师傅确实很会聊，能侃，很会聊，对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可能工作比较无聊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他们就想跟其他人聊天，对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方法，就是跟母语者说话，然后这样子你就会有更多的自信，然后也会学到文化的这么一个部分，对不对？第3点呢，就是读儿童读物。我不知道你们大叔们有没有听说过米小圈升学记？知道，中国小孩都很喜欢读的。对，中国小孩的，对，非常受欢迎。现在就是有那个电视节目是那个动画那个米小圈，对，是的，然后在油管上都可以看到的。但是我本来就是用这个系列的书，就是学中文，就是好像一共有16本书左右吧。16本。
对，然后我在这6个月的期间，就是看完了这整个系列的书。然后当然我个人还是觉得学任何一种新的语言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就是模仿小孩子的学习过程。然后怎么做呢？就是用他们的这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学习资源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就是读儿童读物，然后词汇就是或者那些单词可能会比较容易、比较简单一点，最基本的，然后慢慢的就可以积累你的词汇。对，我刚想说，我觉得课本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生活化，但是如果你补充这个儿童读物的话，这个故事就把这些都串联起来了，而且是的，我觉得很好。对，所以儿童读物是非常重要的。第4点就是听播客或者看电视剧。这个太重要了，对吧？对，对我看电视剧，特别是要看大数中文的，对，大数中文，对，真是的呀。其实说实话，就是我就是看了差不多2年的大数中文，然后我也就是2年了，2年了，我们一共才创建2年了，有了呀，2年了，2-3年的时间，对，从开始就对，刚开始就对，现在140几期嘛，咱们一年52个星期嘛。是的，已经有很多了，对，然后也用了那个 Mandarin Corner 的那个播客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？对，他们也做很多采访，对，对 Mandarin Corner，所以就是用大数中文也用 Mandarin Corner 这2个播客，对我来说就是帮助非常大。对，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就是听到母语者的那种说话的节奏，然后那些你就可以让你的听觉系统就是习惯那些声音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然后看对，你先说。培时，如果你看播客，一开始中文水平可能还没那么高，如果你遇到听不懂的状况怎么办呢？你会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？问得好，就是这个跟龙飞虎先生说的话就是很相似，就是对一开始学或者一开始用这些播客来学任何一种外语的时候，你就是不要就是你不要想或者不要认为我要听懂100%的这个内容，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吧。当然就是一开始的话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地步这么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就要就是习惯那些声音，就是让你的听觉系统就是先习惯那些声音，然后习惯了之后，你就可以慢慢的去更专心的，然后更认真的学那个词汇。所以这个就是我怎么做的，就是我会听那个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，然后就是让我的听觉系统就是习惯那些声音。后来我就会更认真的就是拿笔就是开始写那些生词，对，但是当然就是一开始的话，我不是100%都能听懂，对不对？就是不可能的。对，了解。不会有打击的感觉吗？觉得好像能听懂20%、30%。对，就是这个就是 Mandarin Corner 的一个好处，就是他们会有这些初学者的一些播客节目，然后也有一些更高级的，所以就可以选择哪些最适合你。然后也有字幕，所以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拼音字幕、汉字字幕，也有英文字幕。就这么学了。是 OK。对，好，那第5点呢？第5点就是写日记。这个也是，这个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写日记，对，这个非常好的学习方法，因为因为说实话，我们大部分的人每天都会有同样的这个课程表，对不对？或者我们都会做同样的事情，就是每天早上8点都会去上班，然后就是回家都会吃饭，都会。对，都是一样的那些活动，因此就是晚上写日记的时候。你就会用同样的词汇同样的词来写这个日记，然后这对长时记忆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。就是每天重复同样的词汇，比如说今天早上你总是会喝，比如说果汁，所以你就会每天都会写果汁，然后因此你写了100多次，就算是长时记忆，然后更容易就是长期记得这么写这个字。
所以是手写汉字对吗？你不是对，是手写，对对对，我还会写汉字。对，就很厉害。我要求我很多学生做这个，他们都不愿意做，都不会做。对，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对反思的一个方法，就是好像跟冥想也差不多，就是会怎么说，会安静下来，然后就是想，哎，我之前做了什么，然后在哪些方面做的比较好，在哪些方面做的不太好，或者有一些进步的地方，然后是一个反思的一个过程。对。那这个写日记倒是我第一次听裴时说哦，真的很少学习者会把写作当做一个学中文的方法，因为大部分人想达到流利啊，都是口说比较好，口语比较好的话，会忽视这个写作的方面。但是我觉得写作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输出，大家都觉得说才是输出，其实写作也是很重要的输出。没错。裴时，你在写作的时候会不会就觉得不晓得要写什么的状况发生？对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有时候就是一开始就是写汉字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让我很伤脑筋，对不对？就是要写什么？对，到底要写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，但是现在因为就是词汇量比较多，就可以聊的话题，然后写的话题也非常多，所以不仅会写这些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在日记里，我还会写一些更深入的那些话题不知道，比如说政治呀，或者一些其他的事情都会写，对，或者旅游啊这些不同的事情都会写在日记里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练起就是其他的词汇。对，那裴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你在写日记的时候，我猜测啦，是不是我们学习者在一开始写日记的时候，不用在乎写的是对的还是错的？你怎么去看这个？因为你写完之后，你会找人帮你看一下吗？还是觉得我就是要练习而已？你是什么样的方式？对，其实我用那个 Plecker 那个字典，那个 dictionary Plecker 的那个字典，所以就是我每次写完日记之后，我就会去查看每个字写的对不对，然后当然了，就是可能语法不对，或者有哪些地方可能写的不太对，所以就是以后请了老师之后，我就会让老师去看一下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就是自己写，然后不会让别人看，我只会怎么说用 Plecker 去查看，就这样的。对，我现在我看那个 AI 很厉害，只要你照一张照片，然后上传，然后它就可以帮你改，这个我试过。对，也有 AI，对，也有人工智能，省了老师的钱了。对，是的，人工智能真的可以帮助你，就是更快速的学中文。对，其实裴时说的这个写日记的方法很好，就是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 AI 来帮我们校对一下，帮我们改一下内容。对，而且他们也改得蛮好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写作是真的一个很好的方法。没错，对，所以这些都是那些5个最关键的学习方法。对，就是还有闪卡，然后还有这些闪卡，对，我也挺喜欢用闪卡，对，对长时记忆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。然后就是手机里的闪卡的软件是吗？你对，还可以用 Anki， 或者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手写，就是做自己的闪卡。对，这个是的，对，是一个主动而不是被动的一个过程。对，所以我就会这么做。其实我觉得裴时学中文是还蛮全方位的因为有的学生他就是学口语，他不练汉字。有的学生他就是可能练交流，他不会练写作。可是我觉得裴时好像很全方位的去学习这门语言对，那所以我觉得，等一下，叉叔，我想抢问一个你说，裴时你也是学生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我不是我不上学，我是我做 homeschooling， 就是在家里就是上网课，对，但是我目前就是想就是开始做自己的公司，然后也想就是开始做这个自媒体，所以时间不够就是学习，因为现在已经16岁了，做了那个中学的考试，所以就可以开始工作了。对，当时我在想，你可能要有学业的话，然后还要学语言，可能就是感觉好像
很大的学习量，所以你现在在家学习就是只学自己感兴趣的。没错，对，比如说那个西班牙语、中文还有阿拉伯语，然后如果我对其他的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，那我就可以去学习一下，对，就这样的。然后我很认同，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对呀，高中中学学的东西都忘了，没有用了。就语言是真的我可以一直用的东西。就是培时，我们其实可以跟你分享，就是这可能是英国的教育制度跟中国的教育制度很不同的地方。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一定要照着教育系统，是小学、中学一直读上去，然后都是学校很填鸭式、很死记硬背，对，很古板的教学方。但是，我想问一下培时，是你自己选择这样的教育自己的方式吗？是你自己选择的？对，其实我爸妈一直都很支持这种教育方式。就是说实话，在英国这个做 homeschooling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英文里的这个词叫 homeschooling， 这个就是在家里上课吧，居家上学。对教育，对，就你从小就是这样在家里上学的吗？还是不是，我就是就是好像就是9年级的时候，我就是就是开始做，对，初三嘛，的时候，应该初三，所以父母说你要这样做，还是说你自己不是自己决定，自己决定，因为我个人还是觉得英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对我来说是太慢了，就是我学的不够，对，然后怎么说？因为我个人就是非常喜欢学习不同国家的语言，然后在学校里他们教语言的方法就是真的很差，说实话非常差，所以我就是在家里就是学语言效果会好一点。所以我就是但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吧，但是这个是最大的原因，就是就是怎么说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，而不让这些学校控制你的生活。因为说实话，就是需要就是坐好几个小时的车，每天去上学，然后你上的课可能没有什么意思，然后对很浪费时间，我觉得。对，培时很注重效率，高效的很棒的想法。因为其实我相信就是培时如果是去学校学中文，可能学的还没有现在自己学的好。你现在学的是已经很棒了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去学校的教育可能不会给你那么有系统的教法。然后你进步是很慢的，但是你自己有自己的方法，你看你半年内就可以几乎达到非常流利的水平了。没错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家里就是上学效果会好一点。培时你学语言的时候会不会有倦怠感？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？有时候学那么长时间，你会不会有倦怠感？如果有，你是怎么去克服这样的感觉？其实没有吧，因为就是对我觉得，因为说实话，我学任何一种外语的时候都会有目标，然后就是有目标的时候，我觉得更容易就是让自己就是开心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有更多的精神，就是我知道我为什么在学这个东西，然后如果你知道学这个东西的原因，你就会更容易的去学，然后更容易就是认真的去学。所以就是说实话，我不会觉得学语言很费力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学习过程。对，所以不是纯学习，是一种享受了。它这个也属于他培时的娱乐了，我觉得。对，因为现在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流利的中文和西班牙语的水平，我就可以享受看电视剧，然后我不需要，或者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看油管的一些视频，但是都是比如说那些拉丁美洲或者墨西哥的一些UP 主、一些博主，然后对也喜欢看中国的一些，比如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那个 Why So Serious 那个 UP 主，他就是做健身的一个 UP 主，对，不太了解，对，他就是在油管很有名，然后也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很有名，但是他做的视频非常非常有意思，就是聊那个比如说心理学，还有那些身体的一些过程，还有那些健身，对，都会聊。
所以这个也是放松享受的一个方法。对，其实学语言的过程也是你学习文化的过程，你那个视野就会不断的打开。那你学了我看你也有采访过墨西哥的主播，然后你也有看很多西语的电视剧视频，中文的电视剧视频。你觉得你在了解这些文化之后，你觉得不同文化的人到底是非常相似的，还是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的？你是怎么看？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就是人性都是一样的吧，就是我们本来都有同样的人性，就是我们需要吃饭，需要就是快乐，要享受生活，要跟家人一起一起交流，要跟朋友交流。我觉得这些基本的东西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但是聊到文化或者历史还有传统还有这些习俗，我觉得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不一样对，我们吃的东西不一样，然后甚至我们说的东西非常不一样。比如说在墨西哥有这个俚语的一个文化，就是like 那个 slang， 对不对？对，俚语，你说的对，没问题。是什么？俚语，对，有非常多的墨西哥的俚语，但是可能在西班牙没有这方面的文化，但是这个是墨西哥独特的一个文化。我想就是在中国可能也是一样的吧，就是有不同地区有不同地方，对不对？会有不同的方言，然后也会有方言里很多俚语，对，不一样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觉得我们都非常不一样，因为就是比如说去年我去了墨西哥，也去了海南岛。对，我去了墨西哥，然后也去了海南岛。对，我不知道你们想，就是我可不可以就是分享？我们很想，我很想听。对，你的感触啊，你的经历，对，对，就是去年这个好像是4月份的时候，我和妈妈一起去海南岛参加了一个功夫的课程。功夫的课程，功夫，对，就是中国功夫吗？对，就是太极拳和功夫的一个结合，这么一个过程对，一个课程。对，然后所以每天在海滩练功夫吗？打太极拳。对，是的，对，没错。对，我们就是每天都会练习，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有一群人，有大概60多个人左右吧，就是然后我们都住在这个海口，你知道，就是海南岛有海口，对，我们就是住在海口的一家饭店，然后就是在那里就是好像就是3个星期左右吧，就是每天都在练功，对，然后是的，然后就是最搞笑的是好像有50多个人都是墨西哥人，然后他们都参加了这个功夫的课程。墨西哥人喜欢中国功夫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也有一些西班牙的，然后不同国家的人，对。那你岂不是成为他们的翻译了？对啊，是的，对，太搞笑的就是好像一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我站在中间，比如说这个饭店的这个服务员，还有这些员工，他们不会英语，也不会西班牙语，对，然后这些会说墨西哥人只会西语，不会英语或者中文，然后英语的人不会中文或者西班牙语，中文也不会西班牙，都看着你，对太多了，对，忙不过来，真是。那这个中国人的那个逻辑应该没有反应过来吧？就是需要你来翻译给其他的人，可能对很有意思的场景，对，是挺搞笑的，对。所以这个就是在海南的一个经历吧，就是难忘的一个经历，非常喜欢。这也是你第一次去中国吗？第一次去中国，对。然后我知道中国大陆就是跟海南岛可能有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海南应该口音比较重吧？海南口音那边。对，所以以后我真的想去大陆，就是去探索一下。对，因为跟海南岛一定会完全不一样的。是的。那你妈妈跟你去，她有什么感觉吗？你妈妈她就是感觉很骄傲吧？对啊，对，我儿子这么厉害，可能挺骄傲，但是她也觉得怎么说不是很难受，但是她觉得有点可惜，就是我没有办法跟这些墨西哥人或者跟中国人沟通。
就是因为。对，因为当然了，我可以就是当他的翻译，但是我妈她以前就是学过日语和德语，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学过日语和德语，然后甚至在日本住过，所以她就是因为她还会一点德语和日语，所以她非常喜欢跟不同国家的人沟通，所以对于她来说没有办法跟这些墨西哥人和中国人沟通，她会觉得很可惜。对她而言，下次去日本。对，下次带他去日本，或去德国，或去德国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然后那墨西哥呢？墨西哥的经历呢？墨西哥，对，墨西哥这个哇，所以我们就是去年8月份，我跟一位考古学家一起去了墨西哥，然后我们踏上了一个3个星期的征程。对，对3个星期的征程，对，然后就是我们探索了那边的金字塔。然后我们还去了墨西哥的沙漠，就是北部的那个沙漠。对，金字塔可以进去吗？那个玛雅的金字塔还是有些是可以的，有些是可以的。但是比如说我们去了那个Las Pirámides de Teotihuacán 这些特奥提瓦坎的那些金字塔，我们就是可以去看一下。从外面看，从外面看。OK。你也去那个坎昆游泳吗？那个海滩？其实没有去坎昆，因为我们只去了那个墨西哥城，那个 Mexico City。对，然后我们也去了北部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因为都在沙漠嘛，所以就是没有什么人。然后我们就是跟那些墨西哥的原住民住了一段时间。对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然后我也当了这个考古学家的翻译，因为我们一群人就是有5个人一起去的墨西哥，然后他们就是不会说什么西班牙语，所以我就是当了他们的翻译。对，然后这些墨西哥的原住民当然不会英语因为住在这些很偏僻的地方。对。你去的这2个目的地都感觉不是传统的旅行的那个目的地。你是怎么突然想到我要去海口练功夫，或者是去看墨西哥的原住民？就是怎么金字塔？对啊，金字塔还好，比较对，金字塔对，就是因为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叫 The Zone of Silence， 其实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 NASA 对这个地方非常感兴趣，就是因为有好像有我不知道这个电子对，可能对，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吧，我不太清楚。对，但是就是在科学方面，就是有很多奇怪的东西会发生，未解之谜。对，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比如说对，就是我跟你们说有这个比如说响尾蛇，还有那个蝎子对，会有蝎子对，就是我就是跟蝎子一起洗澡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蝎子一起洗澡。你洗澡的时候不怕蝎子过来攻击？蝎子会咬你吗？不是，因为就是在地上嘛，然后对就可以看到，但是对，确实很害怕，就是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去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。然后因为我也不是跟父母去的，我是一个人去的，对，所以我对确实比较害怕，就是哇这些响尾蛇，因为我们就碰到了一个响尾蛇，就是在沙漠里，就是散步的时候就突然听到了那个声音，那怎么办？它就是我们就跑走了。它是真的要咬你，还是说就是他做他的事情？不是，他就在地上吧，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打扰了他，然后对，我们就离开了，对，就跑走。是，对。所以培时你怎么选择你的旅行目的地？因为我完全预料不到你下一次要去哪里。对，我也不知道就是其实都是怎么说，临时决定的吗？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还是命运，一定有一个信息对，还是缘分怎么找到这个信息？对，因为说实话，这个考古学家我也觉得是缘分。因为就是我们好像就是在英国旅游的时候，我们在一个小镇就是探索了一下，然后就是找到了这家商店，然后这个考古就是这位考古学家的商店，然后我们就进去了，因为看起来比较意思
比较有意思，然后我们就进去了，然后跟这个考古学家聊起来，然后对他就跟我说对，就是最近我去墨西哥就是旅游，然后我们去探索那边的金字塔，还有考古做那个怎么说探索了那个古代文明的一些证据，然后我个人对古代文明非常感兴趣，对，很有兴趣。然后你说带我一个，对，带我一个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因为他不会西班牙语，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当时一拍即合，对，是的。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决定了，那我们下个星期就可以一起去了，就可以一起去。对，那你就跟父母说，父母没有害怕说这个不担心吗？骗子啊，给我儿子拐骗我妈有点担心，但是我爸并不担心，因为他觉得这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吧，对，是必须得要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我没有，我是独生子。对，你的父母真的很开明啊，对，很开明。我觉得培时要就是你现在成长16岁，然后有这么多有趣的经历。我觉得你的父母应该给你非常非常多，可能无条件的支持你吧。我觉得真的很不简单呢。他们给我非常多的支持。对，比如说我知道很多父母可能不会支持做这些自媒体的这件事情，但是他们非常支持我。对，所以我真的很幸运。对，对。当然，这个培时自己的自律性也非常的高。然后我觉得培时也是一个很爱冒险的人，对，非常爱冒险。还有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不可能1年之内就学会流利的中文，但是跟培时聊之后，就无论我们给具体的还是比较抽象的问题，包括我们讨论考古学家这个旅行有很多这个专业的词在里边，我觉得培时都这个对答如流啊，所以快速学习中文是可能的，有可能的，真的有可能的。培时你认为就是当然是可以的，对，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是天分，而只是那个怎么说自律，然后就是自律，对，然后付出很多的心血，很多的努力，因为就是在这6个月的期间，我一共花了1500多个小时在学习中文上，在6个月的期间，所以就是想一想吧，这个当然可以在有这么多时间，当然可以把英文外语学好吧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做。对，那如果因为刚才你介绍了学习方法，最后如果培时你给大家一个就是建议，对，可以是自律的建议，或者是这个快速高效学习的建议的话，培时你会想给什么建议呢？我觉得只要你你就是持之以恒，就一定能学好一门外语吧。就是只要你付出足够的努力，我觉得什么样子的东西都可以学好吧。不仅是语言就是什么东西都好。比如说攀岩，比如说我就是练习攀岩的时候，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抓住那些岩点，对不对然后对，确实很难。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慢慢来吧，就是可以慢慢的进步，然后提高你的技能或者你的能力，这个都非常重要。对，慢慢来。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用这些5个学习方法一定能把任何一种外语学好，而且学得很快。对，我觉得坚持是很重要的功夫之外正确的道路也很重要，正确的方法走的方向是对的，我觉得再加上坚持，持之以恒，一定可以到达自己的目标。对，然后也要就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哪些学习方法，因为如果你不喜欢这些学习方法，那你就不会坚持下去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继续学。然后就是学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要非常注意这么一点，就是要有目的。如果没有什么目标的话，那就是你没有一个原因，然后如果没有原因的话，那就很难。就是起床之后，就是你不会有什么，你不会很期待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兴奋，对，因为我起床之后我会很兴奋，就是我今天又有机会学中文，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积极正面的态度的话，那真的很难学。对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有的人一起床就说
又要面对工作了，又要怎么样？他是很负能量的起床。对，但是培时一起床，睁开双眼，他就是我要学习，今天会很灿烂，很充实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人怎么去面对自己的生活，那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心态非常重要。对，好，可以。那我们就今天谢谢培时来接受我们的访问，我们有空再来邀请你来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跟观众们说再见喽。OK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